日本始终在这个日本、中国、台湾之间哦，对台湾尤其在表面上这些政治人物，并不会是太友好跟友善。何以这个过了50年哦，在最近日本整个对于中国我觉得是这个在许多的一些议题上面哦，是比较勇敢的抗中。大家都很好奇说，到底日本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教一下小龙老师？我想要了解日本最近这个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发生战略性的大转变，那我们就需要稍微了解一下日本以前它的对中国政策和对台湾的政策，这样才能理解说日本目前对中国战略的这种转变的为什么重要。那么早年在日台断交之前当时中华民国驻日本的这个大使曾经有一位是马树礼先生，他是为维护中华民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努力。那么我个人也认识马树礼先生，那是他后来担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理事长的时候。那么日台断交之后马树礼先生为台湾铺垫下来的日本国会议员对台湾的关心和支持，在断交之后仍然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这个联经出版公司出版过一本马树礼先生写的叫《始日12年》，这本书呢记述了他在日本的外交贡献，我看过这本书，印象很深的。那么在中国，就台湾和日本断交之后，中国和日本建交，那么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舆论在影响着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所有一位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算是师祖级了，他叫天儿惠。他2002年认为日本民众有4种意识对日中关系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一种呢，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意识；第二种是战争的负罪意识，就是对华侵略战争的负罪感；第三种呢是东西意识，也就是冷战意识；第四种呢是南北意识，就是经济发达的日本和经济落后的中国这个彼此的这种相对卫士。那我1987年还在中国的改革智库工作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日本外务省邀请的访问团，到日本去呢，和日本中央政府的部会，还有财界的重要团体，比方说经团联，还有中国问题研究团体等等交流座谈。那回国之后呢，我们是写过一组文章，编成一本书，叫做《日本模式的思考》。当然，因为64以后这个智库因为它和赵子阳的密切关系，这本书在中国就消失了，现在从互联网上也找不到了。那么当时我们在日本的时候，遇到老一代的日本人，从他们的言谈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我前面提到天儿惠讲的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意识和战争负罪感的意识。他们往往会主动提到2个国家文化上的历史渊源，也会为日本侵略过中国深深的道歉。那么这2种意识，加上日本战后国内比较普遍的反战意识，对推进日中友好是有相当的推动力的。那么南北意识和上面讲的这2种意识结合在一起呢，就让日本民众认为说，中国经济落后有必要帮助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这一点在我们当时和日本财界大佬座谈当中感受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推动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还有到中国投资不单纯是单纯的经济考量，还有一种对中国的补偿心理。日本有一位推动中日贸易往来和日中建交的活跃人物，他是前日本经济贸易中心的名誉会长，叫木村一三。我曾经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过，他就要通过帮助中国现代化来做一些补偿，像这样的话我就当面听他讲过的。那么当时
上个世纪冷战意识是隐藏在一部分日本民众心里面很深的一种担心。但是呢，当时在美苏冷战当中啊，中国是站在美国这边，所以这种日本的担忧啊，是一种基于长远的考量，就是说，一旦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会不会走苏联对外扩张的道路？那日本自卫队内部是有一些这样的认识的。那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有远见的。那但是啊，大部分日本民众、财界和政府官员看到看到中国还很落后，所以并不是很抱持这样的担心。那么一直到1989年6·4屠杀之前，天儿会讲的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意识、战争负罪意识和南北意识，构成了日本对中国关系的舆论主流，就左右了日本对中国的政策。那日本媒体上也是一片中国热。那么当时在日本，凡是主张对中国友好、支持中国的人，往往被视为是进步和革新的势力。那么日本社会当中占少数的所谓厌华派就是所谓讨厌中国的。那这一部分人呢，会被日本的舆论诋毁成保守主义者。这就是日本当时普遍认同的所谓社会风潮和政治风尚。但是从21世纪开始，日本社会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意识，还有战争负罪意识呢，随着二战时期那老一代人的离去啊，已经逐渐在社会当中淡化。它再也不能够左右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所以那两种意识的影响力已经式微了。那么就战争负罪意识而言呢，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日本的年轻一代并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承继他父辈战争负原罪的那种义务。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意识方面呢，现在的日本青年对东方传统文化已经不像老一代那么执着了，他们的价值观更接近西方，所以他们不会产生老一代日本人那种强烈主张对中友好的理念。那么日本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从中国的现状来认知的。那么另一方面，随着中共开始扩军备战，日本社会当中对中国的认识里头，冷战意识开始萌芽。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开始逐步转变。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个美国的空军情报官叫 Ryan Ashley， 他去年11月在防务论坛岩上战争 The War on Rock 在这个网上发了文章，回顾呢日中关系过去的情况，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我需要补充的就是日本的政策形成有一个传统的政治关系，就是所谓的三足鼎立。日本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三连怕，就是政治家、中央政府官厅和财界三股势力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那么其中在中国政策方面呢，日本外务省的对中国政策是由他们叫做知华派来主导的。那么过去这三种势力的意见基本上一致的，都比较重视对中国的关系。但是过去这几年由政治家主导，日本的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那讲到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呢，又和美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日本对中国战略的转变与美国也有很大关系。在奥巴马时代的时候，美国总统对美国军方这个警惕中共的呼声是不重视的。那么川普时代呢，军方和总统的看法高度一致。但到了拜登时代呢，拜登对军方警惕中共的呼声他是不敢置之不理的，但他又不想积极呼应军方的要求，因此呢，就在落实印太战略方面显示出迟钝狐疑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美国对日本协助遏制中共扩军备战这个威胁这一方面，美国的态度也有了巨大的转变。我看到报道，就是日本的智库国策研究台湾的智库国策研究院去年9月8号举办过一次的台日2+2对话，
与台日中三角关系这样一个座谈会。那这是呢，在台湾和日本这个政府方面的交流管道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先由双边的国会议员开展讨论。民进党的国际部主任立委罗致政当时说，日本自民党从去年2月，他在他的一个外交政策部会里成立了一个叫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这是日本自民党首次真正认真检讨对台政策和主张。那就是这个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呢，去年6月公布了一个报告，内容包括说日本怎么看台湾，台湾跟日本未来怎么发展等等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和台湾的执政党开始了2+2对话。参加这个台湾和日本执政党2+2对话的还有一位民进党的立委叫蔡适应，他说呢，台湾跟日本长期以来是友好关系，中国呢是逐渐展示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以后位于东亚的台湾和日本都警觉到要比过去有更具体的威胁，还有国家生存的共识。罗致政谈到说呢，日本踏出了这一步，一定程度代表了他政治决心的展现。那么他认为推动日本的动力包括3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中国企图创造有利于自己的亚太秩序，以及美国拉拢盟友反制中共的国际因素。第2个因素是日本国内的民意变化。第3个因素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友台国家利益派。这3股力量合流了，在日本就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那刚才提到的民进党的国际部主任罗致政也提到讲，日台关系当中日本不像美国，美国是有台湾关系法的，日本没有相关的法律。那么美国和台湾之间有军售关系，还有军事合作关系，那台湾和日本之间没有这样的合作。日本以前甚至对这个日台军事方面的合作还有点避讳。另外，美台之间呢还有一个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就是 TIFA。 所以这样的经贸谈判在美国和台湾之间还有，但是台湾和日本之间也没有类似的贸易对话机制。那么透过日台执政党之间这种2+2的对话，可以感受到日本已经开始重视这些不足之处，甚至采取具体行动，希望呢拉近台日关系。我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日本外务省在去年12月17号召开的日本自民党外交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今年他要在日本外务省的亚洲大洋洲局下边，原来一直有一个叫做中国蒙古第一课，要在这个中国蒙古第一课里面新设一个叫做台湾问题企划官。因为台湾局势紧张，日本外务省的相关工作量增加，所以要强化人员安排。那么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佐藤正久告诉媒体说呢，在国家安全、外交、经济安全等领域，与台湾相关的工作正在增加，这是重要的一步。那除了日本的国会议员在密切和台湾这个努力合作以外呢，日本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在推动。前年的10月在日本的加贺市主办了第6届日台交流高峰会。那么这个会之后呢，日本石川县的加贺市市长宫原路，还有冈山县美作市市长低原成司，埼玉县本庄市市长吉田信解，山口县防府市前市长松浦正人，还有日本的李登辉之友会事务局长右原正敬，这些人就在一起讨论要成立一个日台共荣首长联盟。那么他们经过半年多筹备以后呢，说去年7月底已经有80几名地方政府的首长表态参加了。去年年底，日台共荣首长联盟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那么这些地方首长呢，对中央政府开始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政府在政治与安全保障领域与台湾直接对话，并且制定类似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赋予日台安全保障关系的一个法源。日本这个在47个都道府县之下，它一共有1741个町村级的自治体。那么参加成立大会的首长是120，地方首长是127人。前首相安倍晋三发了贺电，然后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谷屋圭司，还有台湾驻日本代表处的副代表李世炳都出席致贺了。那石川县那个加贺市市长宫原路在日台共荣首长联盟的成立大会上致辞的时候说，台湾和日本是特殊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托台湾之福，日本的生命线受到保护，有台湾才有今日的日本。台湾和日本1972年断交以来，日本人应该扪心自问，日本政府或者地方自治体是不是对台湾太冷淡，甚至可以说是太失礼了。以上讲的就是日本舆论过去这几十年的逐步变化。总体来讲，日本已经从中国热逐步转变成了警惕中国。那么这种从友变敌的重大战略转型，完全是中共的国际野心和对外威胁造成。